这只狗看似忠厚老实，背地里却是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妥妥的渣狗子。家里怀孕的老婆他不管，一心只想着偷偷出去干坏事。对于每天早出晚归的狗子，主人也很好奇，于是给他装上了摄像机。可拍到的画面却令主人震惊不已。这天，他将怀孕的老婆哄睡后，便急不可耐地开始扒门。打开门的狗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才出现在家门口附近。对于丈夫整夜未归，担心一晚上的妻子难免有些怀疑。可经过仔细检查后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最终，他只能选择了相信。主人发现狗子每次回来后，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似乎整个身体都很疲惫，而且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叼饭盆，暗示主人自己需要补一补。然而主人却并不知道，这家伙嘴里吃着狗粮，心里却惦记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吃饱喝足的狗子片刻没有停留，转身又跑了出去，一直到了晚上，他才晃晃悠悠走了回来，并且身上还弄得一团脏。主人不断质问着他，外面到底有什么业务这么忙呢？每天早出晚归，连怀孕的老婆都不管不顾了。面对主人的指责，深知理亏的狗子却装起了糊涂，还摇尾乞怜的讨好主人。果然家主也很吃这一套，但狗子每天夜不归宿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主人决定给他带上摄像机，看看他每天在外面到底在干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狗子像往常一样回来，此时主人早已迫不及待的想要一探究竟。只见他一路翻山越岭后，来到了山脚下的一户人家。此时一只母狗热情的迎了上来，两狗含情脉脉一番后，狗子转身又跑去和另一只母狗卿卿我我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几分钟后，又一只小白狗出现在了画面里。此时的主人已经彻底懵了，原来自家的狗子竟是一个海王，怪不得每天回来后都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。得知自己的秘密被发现，狗子害羞地低下了头。然而这还没完，接下来还有第4只、第5只，他甚至还找了只金色毛发的女友。狗子知道这下免不了主人的唠叨，所以故意装睡了过去。然而一旁的妻子小黑还被蒙在鼓里，但为了狗子的家庭和睦，主人并没有告诉小黑，而是选择带上他去登门道歉。可狗子可不管这些，刚进家门，两狗就温存了起来。主人通过大婶的交谈得知，原来自家的狗子不仅谈了女朋友，还和大婶家的狗生了一窝宝宝。听到这里的主人说了声抱歉，并且让狗子鞠上一躬表示歉意。而大婶的一番话更是让主人颠覆了三观，因为他不仅在这里有狗仔，由于狗子喜欢四处留情，整个村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，基本都有他的孩子。主人对着狗子就是一顿批评教育，话说自己做梦都想找个对象，可狗子的女友却多得数不过来，这让主人很是郁闷。没想到就连回家的路上，他都能轻松搭讪一条小黑狗，这技术堪称狗界的祖师爷。随后狗子被强行拉了回去，并且次日就帮他做了绝育。没了念想的渣狗自然不再出去，最后曾经的浪子回头，与老婆一起过上了美满的幸福生活。在日本有一家特别的便利店，因为这家店唯一的店员是这只柴犬，并且还身兼店长和收银员。秉承自己的狗粮自己挣的理念，小柴开启了自主经营之路。平时只要有顾客前来买东西，他就会像人一样后腿站立，并且用鼻子和小爪熟练地打开窗子，热情招待顾客。据说这只柴犬出生10个月左右就开始帮主人看店了，现在已经完全从主人手中接管了这家便利店。在这只柴犬很小的时候，主人就发现它对经营便利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，索性主人就将所有的物品价格记在本上，然后将每种商品的形状和样式反复教给狗狗看。通过多次严格的训练后，小柴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销售基本技能。由于便利店本身赚不到太多的收入，于是主人脑洞大开，直接将小店交给了狗狗来经营，而自己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清点一下账目。从主人手中接过便利店的小柴也十分用心，平时没有生意的时候，他就乖乖地趴在收银台休息，只要有人按下门铃或者敲敲窗户，小柴就会第一时间内打开窗户，并且面带笑容地迎接顾客。如果顾客在店里买了东西，小柴还会主动上前求摸摸。奇怪的是，他并不喜欢吃肉，最爱吃的居然是黄瓜，因此很多顾客会经常带根黄瓜来看他。虽然狗狗已经懂得基本的经营之道，但毕竟是动物，它目前还没办法分辨钞票的具体数额，所以前来买东西的人只能自备零钱，给多少也全靠顾客自觉。但从开店到现在，账目上不但没少收1分钱，而且还多出许多。原来很多顾客将找不开的面纸直接当成小费给他买罐头吃了。小柴热情的5星服务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，于是大家将他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引来全世界的网友纷纷点击观看。结果没想到小柴凭借自己看店卖东西的本领火遍了全球，并且还吸引到了一大批游客前来看望他。据统计，高峰时这家便利店每天至少有2000以上的人次，而销售额也是一路飙升。主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家的狗狗不但出了名，还把便利店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现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已经成为了众多游客的打卡圣地，真是万万没想到。狗狗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逆袭，
看来小柴没有一口狗粮是白吃的。你家的狗狗拥有哪些神奇技能呢？这只母猩猩单身了35年，因为长期找不到对象得了抑郁症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就琢磨着能找个男朋友缓解下寂寞。看见游客成双结对的来看自己，母猩猩气得脸都黑了。饲养员看它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于是从国外找来了一个英国小伙。这满身的腱子肉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气息，英俊潇洒的外表瞬间就俘获了母猩猩的内心。可小伙就不乐意了，饲养员说给自己找个姐姐，可对方比自己大了整整15岁啊，这都快赶上我奶奶的岁数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板正的小伙，母猩猩看得两眼直冒光。初来乍到的小伙有些羞涩，躲在墙角也不说话。母猩猩见状决定主动出击，但这番炙热的爱可把小伙吓得不轻，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，本想观察一下对方有没有追过来，不料母猩猩直接给小伙送出一记飞吻，还在他面前疯狂展示自己的身材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小伙也是有点蒙圈，第一次见到这么主动的，奈何自己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。此时小伙默默祈祷饲养员把自己弄出去，见小伙一点反应没有，母猩猩这下急了，拎着个麻袋就想将小伙就地正法。小伙当即展开反击，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想进入主题。然而母猩猩并不打算罢手，继续发起强烈攻势。可没想到这小伙是个不解风情的直男，对着人家就是一顿天马流星拳。郁闷之极的母猩猩只能靠拔草缓解尴尬，但转念一想，可能是自己太猴急了，于是他找了根木棒，打算跳一段钢管舞给小伙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呗，小伙顿时就有点慌了。难怪妈妈从小就说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，于是小伙赶紧找了根木棍防身。饲养员看这气氛有点紧张，马上端出了果盘，想让他们一起共进午餐，顺便升温一下感情。可小伙压根没那个心思，为了不让母猩猩纠缠自己，小伙几分钟就把食物造了个精光，一点也没给人家留。母猩猩一看这小伙饭量大，身体又好，连吃饭的姿势都帅得掉渣，这不就是我的猩猩王子吗？小伙真是越想越气，漂洋过海跑了几千里来相亲，没想到等待自己的不是漂亮姐姐，这不是纯纯套路我吗？母猩猩也想明白了，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反正在我的地盘上他也跑不了，那就慢慢处呗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母猩猩展开了各种软磨硬泡。这天他鼓足勇气，嘴里叼了一朵花，并且不停地向小伙抛去媚眼，然后欲擒故纵地走进了屋里。在母猩猩的多番攻势下，小伙最终还是没能把持住，两只猩猩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，咱们就不看了。感谢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家里的猫天天坐着月子，但主人却从未见过他的孩子。明明已经生了小猫，可主人愣是找了1个月也没发现小猫的踪影。猫咪名为小五，每天到了哺乳的时间，它就在门口喵喵叫个不停。主人看它一副着急的样子，没办法，也只好将它放了出去。但小五每回都很谨慎，总是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自己。几小时后，他又悄悄咪咪出现在了家门口。好奇的女主决定给小五带上摄像机一探究竟，可观察了1天，却连个小猫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小五以前是只流浪猫，所以她很可能把孩子藏在附近的某个角落里。不甘心的女主打算继续观察，她坚信小五肯定在外面偷偷养孩子，但从画面中并未发现什么异常，本以为又是毫无收获。可当小五回家时，镜头里突然多出了3只小奶猫，看样子只有1个月大小。女主确定这就是小五偷养的孩子，她立马赶了过来，然而小猫却不见了踪影，难不成自己出现幻觉了？而此时小五却装成一副不知情的样子，舔着毛发。为了让小猫们再次现身，女主转身躲了起来。小五仔细观察后确定主人不在了，他马上朝着身后喵喵叫了几声。发完信号的小五走到了一旁，结果不一会儿从缝隙中探出了一个小脑袋，原来他一直把孩子藏在柜子的后面。3只小奶猫欢快地玩了起来，而猫妈妈则在一旁放风。突然主人再次现身，小五连忙发出喵叫信号，收到消息的孩子们迅速躲了起来。主人一把抓起小五，想不到他竟一直把孩子藏在自家的店里。此时的小五有些慌了，主人很快就找到了小猫们的藏身之所。节目组拿来内窥镜进行观察，果然发现了3只小奶猫，几个小家伙害怕地蜷缩在角落里。女主表示自己从没在店里听见过小猫们的叫声，所以一直以为她把孩子藏在了外面。此时小五满脑子疑问，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？节目组找来铁网将4面围上，并且在里面放上美味的食物引诱小猫。小五观察一番后径直走进了笼内，随后吃了几口猫粮，确定没问题后马上给孩子们发出信号。接收到信号的小猫们一只只都跑了出来，很快3只奶猫都聚齐了。小五告诉孩子们赶快去吃，而自己则留在外面望风。可当关上笼门时，却被猫妈妈的身体卡住了。幸好小五没怎么在意，向前走了几步后，笼门才顺利关上。此时女主突然出现，3只小猫被吓得上蹿下跳，争先恐后想要逃出去。为了小家伙们的健康着想，女主打算将它们送去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小猫们都很健康，但猫妈妈却严重缺钙，因为她一直都在用母乳喂养孩子。其实小猫们早就该断奶了，
因为担心人类会伤害自己的宝宝，所以猫妈妈选择将孩子藏了起来。只有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，她才会悄悄地喂养小猫。第二天，女主把猫妈妈一家4口全部带回了家，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猫爬架。小猫们不用再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了。虽说小五的演技被揭穿了，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母爱的伟大。每一位母亲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守护着孩子，或许这便是爱的诠释。明明自己生活过得不尽人意，却还看不得人间疾苦。生活艰难的老人靠每日收废品换取微薄的收入，自己啃着白面馒头，却将肉骨头留给了流浪狗。拮据的日子并没有让他放弃对生活的希望，反而干劲十足地游走在每个大街小巷。没有晚年的退休保障，更没有体会过儿孙绕膝的幸福。这群流浪狗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亲人和仅有的陪伴。除了靠收废品维持生活，救助流浪动物成了老人乐不思蜀的主业。一颗怜悯的同情心让家里的毛孩子越来越多，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日渐加重。车上随时坐着的几只流浪狗成了路人的笑柄，连自己都快要养不活了，还有心思养狗。可老人却并不在意这些。每天出去收废品，老人都会将它们带上。这辆废旧的推车也成了狗狗们真正意义上的家。它们每天如同保镖一样，寸步不离地跟在主人身边，不管老人走到哪里都伴随左右。懂事的狗狗也知道主人养活自己不容易，所以从来不去给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当老人离开推车时，总会有一只主动留下来看管废品。它们清楚地知道，车上的纸箱是主人和同伴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希望。当老人要赶往下一站时，狗狗们会不约而同地跳上去。这一刻收获的喜悦不言而喻。微薄的收入无法带给他们锦衣玉食，但简单的生活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呢？至少他们不用再风餐露宿。这位拾荒老人和流浪狗的事迹很快被传为一段佳话，热心的街坊邻居也都伸出了友爱之手，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份温暖。更有好心的志愿者和爱狗人士送去了狗粮。看见狗狗们的生活得以改善，老人很是高兴，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从来没吃过狗粮，自己更没有能力带他们去检查身体。徘徊在生存边缘的老人自己不敢生病，更怕他收养的狗去医院，因为那笔费用足可以击碎老人平凡的生活。但如今有了更多人的关注，这一切都变得迎刃而解。老人的善良不仅拯救了流浪的生命，更唤醒了每个人心中的友爱之心。对流浪动物与弱势群体的关爱，不但是一个人善良的体现，更是我们传承了5000年的传统美德。懂得尊重生命，才会被生命所尊重；知道如何去爱，才会得到更多的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小山羊每天追着妈妈要奶喝，羊妈妈不但不给喝，反而一把将它顶起来。本想和妈妈一起吃顿饭，可妈妈却让它一边待着去。在这个大家庭，不仅母亲嫌弃它，每揍它一顿。它是全网最可怜的小羊奥斯卡。可为什么奥斯卡会如此不受待见呢？饲养员老王说自己养了8只山羊，每只都是纯白的颜色，唯独奥斯卡是一身乌黑。老王告诉我们，原本山羊妈妈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可羊妈妈只把白色的小羊当成孩子，不知道是因为肤色还是怕别人说闲话，只要奥斯卡靠近，羊妈妈立马就会将它驱赶走。显然她不认为奥斯卡是自己的宝宝。可怜的奥斯卡从出生到现在一口母乳也没喝过，可同样是一个父母生的，为啥差距这么大呢？弟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每天还有喝不完的母乳，而自己能够活到现在，完全是靠老王每天灌奶粉，搞得现在弟弟长得比自己大1圈。除了营养不良，每天还要面对大家异样的眼光，他恨自己为什么是只黑色的山羊。奥斯卡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，看着每日蜷缩在角落里的奥斯卡，饲养员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想试图帮奥斯卡重获母爱，于是大家为他穿上了白色的外套，希望母亲能够接受他，又一遍地确认着身份。就在大家以为大功告成时，奥斯卡跑去喝奶，可羊妈妈却直接躲开了。伤心的奥斯卡跑来和弟弟诉苦，但仍然无法改变被嫌弃的命运。最终饲养员找来动物专家，专家说山羊是通过气味来辨别同类的。这一刻他终于知道，原来幸福的味道这么甜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愿大家永远是曾经长不大的宝宝。一只猫突然抱紧了狗狗，它们宛如多年的挚友，在一起嬉戏打闹，一猫一狗相互依偎，彼此取暖。2条流浪生命上演了街边暖心的一幕。这位大叔告诉我们，猫咪和狗狗都是被人遗弃的，它们在这个单元门口已经待了6个月了，而小猫每天都陪在狗狗身边，不管狗狗去到哪里，它都要跟在身后，就如同狗狗的影子一样。它们几乎时刻黏在一起。猫咪的胆子比较小，每当有人靠近时，它都会躲到一旁，但它并不会跑远。等到人们走后，它又会回到狗狗身边，陪伴朋友继续等待它的主人。可单元门口总是人来人往，猫咪总会跳到一旁暂时躲避，只有等到四周无人时，它才会跑回来。对于被抛弃，它们感同身受，同为被主人遗弃的经历让它们相遇，有一支光温暖着彼此的内心。一位热心的大姐见它们可怜，特意为2个小家伙做了个小窝，并且会经常投喂一些食物给它们。可即便有了温暖的房子，狗狗始终不分昼夜地守在单元门口，期待着有一天主人会来接自己回家。由于夜间的温度很低，好心的小哥想让狗狗回到窝里，于是便做到了
单元门口，狗狗回来时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占了，他跑到小哥面前，满眼期待的恳求小哥能将位置还给自己。无奈的小哥只好起身离开。见小哥走后，狗狗马上跑了回去。或许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能安心的入睡。而他并不孤单，觅食完的猫咪很快就回来了。为了不打扰到狗狗休息，猫咪的每个动作都很小心，生怕将狗狗吵醒。随后，他将头埋了进去。此时的深夜，天气寒冷，但这一刻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和爱。他们依偎在一起，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接着就认真观察每一个进出的行人。附近邻居说，狗狗的主人半年前就搬走了，但并没有将它一起带走。而这只橘猫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，几个月前也住进了养老院。莫名的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自从狗狗的主人搬走后，它每天都会待在这里等待着主人的出现，而这一等便是200多个日夜。然而它并不明白，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徒劳。狗狗会仔细确认着每个路人的脸庞，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一只橘猫走进了它的世界。也许知道难以打消它对主人的思念，猫咪选择了无声的陪伴，至少它变得不再孤单了。附近经常会有好心的人们为它们送去食物，大家都希望猫咪和狗狗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可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，寒冷的冬季对于每一只流浪动物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考验。如果没有人们的帮助，它们能否顺利熬过这个冬天呢？几天后，小区的居民们请来了救援队，救援人员在门前将渔网展开，只要他们进入网内就可以救援成功。此时猫咪和狗狗还没有发现异常，热心的大姐想通过食物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但狗狗的警惕性很高，它闻了闻地上的食物，并没有选择去吃，反而跑向了远处。而另一边的猫咪在大姐的不断吸引下顺利进入网内。此时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下一秒猫咪被成功救援。看到这一幕的狗狗很是着急，它用力的叫了几声，似乎在告诉朋友自己会回来救它的。接下来整个下午，狗狗都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过。它会回来吗？夜晚时，狗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它小心翼翼地朝着单元门口走去，在仔细观察一番后，狗狗缓慢地走向了台阶。它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好朋友的身影。突然，救援人员收紧渔网，由于狗狗在渔网的边缘，导致此次的救援失败了。大家连忙追了上去，但狗狗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救援队和小区居民用渔网将四周全部围了起来，防止它再次跑掉，并且救援队还将猫咪放在单元门口，大家相信它一定还会回来寻找猫咪的。当夜幕降临后，狗狗果然出现在了小区里。它先是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确认周围安全后，才朝着猫咪跑去。狗狗不断在猫咪周围转来转去，似乎在思考着营救朋友的办法。看见时机成熟，早已等候多时的救援人员围了上来。在众人共同的努力下，狗狗最终被成功救援。此时大家都开心地鼓起了掌。随后，猫咪和狗狗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经过仔细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它们的身体状况良好。当然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好心人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。最后，希望猫咪和狗狗能遇见一个爱它们的主人。请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一对小情侣突然在大街上大打出手，双方四目相对，用喵语在进行短暂的谈判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彼此相爱相杀呢？在此之前，女朋友小白已经连续骂了这只小黑猫整整6个小时。原来今早小白刚出家门就看见了不可描述的一幕，男朋友小灰自知理亏，只能远远望着趴在地上的小黑猫。然而小白并不打算放过他，用喵语不断质问着小黑为什么要勾引别人的男朋友。小黑有些吓到了，但他也知道正在气头上的小白惹不起，只好任由对方骂骂咧咧。对于脾气暴躁的小白来说，不动手已经是最大的仁慈。小白在气势和体型上都完胜小黑，小黑试图通过眼神扳回一局，可显然没有任何机会。小白居高临下的死亡凝视，让他已经四肢瘫软，但他还是非常讲道理的一只猫。尽管十分气愤，可他依旧保持淑女动口不动手的风度。也许是有些累了，小白坐着也要把道理讲清楚，而一旁的小黑仿佛是被点穴了一样，趴在地上丝毫不敢动弹半分。小白不断诉说着自己与小灰的爱情故事，他希望小黑能知难而退，并且告诫对方远离小灰。虽然这种横刀夺爱的行为在猫界见怪不怪，但自己是一只专情的母猫，所以必须按照它的规矩来。由于小灰始终没有回应，说着说着，小白变得激动起来，非得要对方给自己个说法，甚至要求小黑来一场公平的决斗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小白，小黑的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可自己打又打不过，逃跑是注定要挨揍的。无奈的小黑只好乖乖地躺在地上。见小白马上要动手，小黑立刻表示自己知道错了。好家伙，原来小黑猫是个小家子，一身漂亮的黑丝配上温柔的喵声，也难怪小灰把持不住。此时小白已经完全拿捏了对方，小黑一边受训一边还要做出回应，但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选择。就这样，小白连续审问了小黑一上午，小灰就一直待在一旁默不作声。小黑不知哪句话惹到了女友小白，
小白摆开架势要发动进攻，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灰竟然为了小黑而对自己大打出手。此时场面一度混乱，小黑趁机溜走了，只留下一对支离破碎的情侣。他们彼此看着对方，仿佛又回忆起了过往的点滴。小白一边哽咽一边说道：“我就想找个一心一意对我好的。想当初你一穷二白的流浪街头，我不顾家人反对和你在一起。本以为年纪大点的会疼人，我就是觉得你能对我好，能一心一意的陪着我。到头来才发现我错了。原本以为生活已经够苦，想不到还有爱情的苦等着我。”此时他已经没了面对小黑时的嚣张，满腔的怒火也随之烟消云散。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望着失魂落魄的小白，小灰不停地安慰着他，可再多甜蜜的喵语也无法修复一颗破碎的心。此刻小白醒悟了，也释怀了，眼前熟悉的面庞此刻却如此的陌生，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，虽有万般不舍，但面对小灰的一再挽留，他最终选择了拒绝。又或许他们的缘分止于此。小灰转身望了一眼小白，可他的眼神坚定，仿佛在告诉小灰一切已经回不去了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小灰迈着沉重的脚步继续朝前走去。也许他们不曾想过会有分手的一天。小白深情的回眸，却发现小灰也在望着自己，他们的眼神碰撞在了一起。但很快小灰就转过头，他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流下，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爱人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此时凄凉的大街只剩下孤独的小白，希望小白能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他，同时也祝愿看到我视频的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缘分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 女孩最讨厌的狗死了，她却比任何人哭的都要伤心，因为天生怕狗，邻居家的恶犬成了她童年的阴影。每次从邻居家路过，狗狗都会对她犬吠不止，因此女孩每回都要躲得远远的。这天女孩经过时，老奶奶告诉她，狗狗并没有恶意，它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主人。女孩尴尬的笑了笑，她可不相信凶神恶煞的狗不咬人。1周后，女孩发现老奶奶去世了，而狗狗守在一旁始终不肯离开。没办法，医护人员只能强行将担架推走，可狗狗并未就此离去。望着紧追不舍的狗狗，女孩陷入了沉思。从那天开始，狗狗再也没有叫过，它只是静静地蹲在门口注视着远方。第二天，女孩出于好心，便给了它一串鱼丸，可狗狗连看都没看，难道它是想随主人而去吗？第3天，女孩又送来了食物，可它丝毫没有理会。第4天，狗狗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。此时女孩被震惊了，她尝试摸了摸狗狗来安慰它。终于在第5天的时候，狗狗接受了女孩的食物，看见它肯吃东西，女孩终于放心了。走着走着，她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当转身的那一刻，她发现狗狗竟然跟了上来。女孩开心地笑了，她呼唤着狗狗的名字，这是2份接受彼此的双向奔赴。女孩将它带回了自己的家，帮它洗去昔日的悲伤，还特地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从此狗狗有了新的主人，女孩给了它第2次生命，而狗狗则成了它形影不离的忠诚护卫。普通的车站是他们分别的终点，同时也是再一次相见的起点。有了狗狗的陪伴，女孩每天都很开心，他们一起奔跑，彼此陪伴。白天她是女孩的专属保镖，这一刻女孩终于知道原来老奶奶没有骗她。夜晚女孩准备考学，狗狗就乖乖地待在一旁。一天夜里，狗狗突然犬吠不止，听到声音的父亲走了出来，原来是电源起火，一场火灾因狗狗的及时发现而被避免。女孩很是欣慰，原来他真的是自己的保护神。第2天，狗狗像往常一样送女孩到车站，可放学后熟悉的位置却没有见到狗狗的身影，她顿时有些不安。不远处一群人似乎在围观什么，仅一眼，女孩原本平静的情绪顿时被打破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，原来狗狗在等她时出了车祸。女孩哭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祈求大家帮自己的狗狗，可除了惋惜，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女孩抱起受伤的狗狗，拼命的在路上狂奔，她一边哭泣一边呼唤着狗狗的名字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宠物医院，女孩疯狂的敲打着卷帘门，可这扇分别的铁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因为没能及时抢救，狗狗最终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女孩紧紧将狗狗搂在怀里，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撕心裂肺的痛。她回忆起了与狗狗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从最初害怕狗到开始逐步接受，再到彼此的相互陪伴。虽然它是一条狗，但却给了女孩最忠实的守护与陪伴。一颗颗的泪滴不断从女孩脸颊滑落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这般心痛。这一刻，女孩下定了决心。几年后，女孩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宠物医生，用一颗有爱的心拯救了无数的小生命。一条狗改变了女孩对动物的看法，同时也改变了她的人生。有人问女孩如此优异的成绩为何选择这样的职业，女孩只说了4个字：不留遗憾，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流浪猫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猫咪冲着小哥喵喵叫个不停，仿佛是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。被挡住去路的小哥也是一脸蒙圈，直到另一只高颜值的猫咪跑了过来。原来他们是一对流浪的夫妻，通过仔细观察，母猫的腹部有些鼓起，看样子应该是怀孕了。此时小哥顿时明白了猫咪的意图，原来猫咪拦截路人是想为妻子讨要一些食物。一般流浪猫都会躲避人类，但为了妻子能有充足的营养，他不得不鼓足勇气讨好路人。而这只母猫的胆子比较小，
小哥想要靠近时，他却转身跑开了。两只猫咪的颜值都很高，小哥忍不住想要上前撸上一把。他谨慎地打量着眼前的人类，小家伙把自己整理得白白净净，完全看不出一丝流浪的影子。小哥猜想他们先前应该是有主人的，也不知道这么温顺的小猫为什么会被遗弃。猫咪看见小哥久久没拿出东西，于是便转身躲到了一旁。看来不拿点食物出来，他们是不想再搭理小哥了。于是小哥决定去附近买些东西回来。不久后，小哥带回了美味的猫粮，见到食物的猫咪马上凑了上来。然而公猫只是闻了闻，随后便蹲在一旁默默守护着，因为他知道此时对方比自己更需要食物，这让小哥很是诧异。毕竟在猫咪的世界中，如此专情的并不多见。此时想要带走猫咪的扣666，食物的香味很快吸引了附近的流浪猫，它们似乎知道小哥是位好人。一只胆大的流浪猫还主动上前求摸摸，猫咪们也非常懂礼貌，并没有出现打架和抢夺食物的场面，反而是在井然有序的排队等候。旁边一只长相独特的猫咪引起了小哥的注意，小家伙的脸上多出一块黑色，看上去很是搞笑。但不得不说，这群流浪猫是真的漂亮，而且每一只都白白净净。担心猫咪们不够吃，于是小哥又端来一盆猫粮。但让人不解的是，这只狸花猫始终不肯去吃一口，它只是安静地蹲在一旁。当有其他猫咪靠近时，它还会发出威胁。看着眼前如此众多的可爱猫咪，你会捞一只带回家吗？这是他守候的第6个目标。狗狗在这片礁石上等待了2000多个日，它的目光时常注视着大海，期盼着某一天能再次见到自己。附近的渔民告诉我们，狗狗已经在海边生活了整整6年了，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狂风，都未曾让它离开过这里。它每天都在这里车的礁石上冒着远方。看见这一幕的游客们很是不解，难道就没人愿意收养它吗？岛内的渔民说，大黄是一条忠心的狗狗，大家会经常为它送去些食物。很多人试图想将它带回家中收养，但狗狗似乎在有意拒绝人们的好意。这位老人说自己已经喂养狗狗5年了，可狗狗始终不愿意和自己回家。你看它的眼神就知道，它在等真正的主人回来。那么它的主人又去了哪里呢？救援人员通过不断的走访和了解得知，狗狗的主人曾经也是岛内的渔民。几年前，他们乘船搬离了这里，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而狗狗就被遗弃在了岛上。原来大黄的主人以前每天都要出海打鱼，而他就在海边等着主人一起回家。可那天主人乘船离开后便再也没有回来，于是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等待。或许这里有着他和主人美好的回忆，他始终相信会有再见到主人的那天。因为失去了主人的庇护，附近的很多同类会经常合伙欺负他，可怜的狗狗只能不断逃窜着。最终他躲到了一片危险的礁石上，冰冷的海水变恶武器，凶猛的海浪马上吓退了其他的狗狗。为了躲避来自同类的攻击，他每次都会跑到离海最近的。等到四周安全时，狗狗又回到了原地，开始漫长的等待。为了帮助它摆脱危险的处境，救助人员和热心的渔民决定对狗狗开展救援。大家竭尽全力的进行围捕。看见这么多人，狗狗很是害怕，它不断在海边四处逃窜着。大家感觉这样下去救援很难顺利进行，于是人们找来了麻醉剂。中了飞镖的狗狗依旧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。令所有人感到诧异的是，它拼命地奔向岛内的另一边，救援人员紧随其后。最终，狗狗在一处废弃的空地前倒下。一位渔民说，原本它的主人住在这里的，但现在房子已经被拆掉了。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小房子就是主人给它做的狗窝。当狗狗以为生命即将结束时，它选择了回家。或许这里才是它内心最渴望的避风港。随后，狗狗被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狗的身体没有太大问题，但需要补充一些营养。故事最后，岛上一位热心的渔民收养了大黄。虽然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至少它不用再风餐露宿了。狗狗的世界很简单，一碗剩饭便能换得它全部的忠心。抛弃它仅需要1秒，可它却选择了用一生来等待。请不要轻易抛弃那个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。愿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白鲸对着小姐姐疯狂吐着口水，一口不够，紧接着又吐了一口。没想到白鲸居然也会吃人类的醋。吐完口水的白鲸对着小姐姐发出警告，请对方远离自己心仪的男神。这可把小姐姐气坏了，自己竟然要和一只白鲸争风吃醋。见此情形的小哥连忙上前安抚白鲸的情绪，并告诉她小姐姐已经是自己的正牌女友了。吃醋也改变不了现实。原来喜欢饲养员的白鲸叫小五，从小便被小哥一直照顾着。小哥笑着说道，小五只对自己情有独钟，就连食物也只吃自己投喂的。如果其他饲养员靠近他，小五就会扭头钻进水里。另一名饲养员试图和他打声招呼，结果小五根本不想搭理对方。只有当小哥出现时，他才会主动跃出水面，而且每次都会和小哥索要亲亲。看到这一幕的小姐姐很是羡慕，自己单身20多年还没享受过这番待遇呢。于是她主动跑来和小五索要一枚香吻，结果小五都没正眼瞧她，完全把她当成了空气。尴尬的小姐姐只好识趣的走开了。显然小五的眼中只有自己的男神，和小哥单独相处的时候，他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估计这家伙已经在爱情的道路上迷失自我了。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总不能看着小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于是小姐姐跑到隔壁和两只雄性白鲸沟通，她详细介绍了小五自身的情况。两只白鲸一边听着小姐姐的介绍，一边有模有样的回答着，看得出他们对这桩婚事充满了期待。最后在几小时的交流后，两只白鲸双双点头表示同意。得知这桩亲事后，小哥也很高兴，他希望小五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很快就到了他们见面的时刻，随着隔离护栏缓缓打开，平日里有些内向的小五竟然主动游了过去，而两个呆小伙却羞答答的愣在一旁，也不知是被小五迷住了，还是不想结束单身的生活了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做了个玩具，想以此帮他们摆脱尴尬的气氛。不一会儿，小五就和其中的一只白鲸欢快地玩了起来，看样子他们是一见钟情了。另一只不会主动的愣头青只能继续单身，希望他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，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机会多多，好运满满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